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上期视频呢，教了大家如何制作一个联系我们的页面。那接下来呢，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网站已经创建的差不多了，但是现在这里呢还没有一个菜单栏啊。网站的顶端这里呢还缺少一个菜单栏啊，也就是所谓的一个导航栏。这里也还缺少一个 logo。那再看一下我们的页脚。那我们的页脚呢还非常的简单啊，我们还需要再设置一下我们的一个底部栏。本期教程呢就教大家如何添加一个菜单栏以及一个底部栏。那这里呢我会手把手带大家一起来实操。那喜欢记得来给这个视频点个赞，并且订阅我的频道。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设置。那首先还是先回到我们的一个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我们点击这个仪表盘，那上面这些东西啊，可以看到又出现在了一个仪表盘，这里我们可以先把它关掉。那我们就来给我们的网站增加一个菜单栏，鼠标回到左侧栏，点击这里有一个外观，那么外观呢，这里面呢可以往下拉，这儿有一个菜单啊，我们点这个菜单，上面这个我们可以先把它关掉，点这个叉，那需要把这个菜单取一个名字。比如说一个主菜单，那这里呢我们就先点击一个创建菜单。设置好以后呢，我们鼠标回到左边一点啊，这里有一个查看所有，我们点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把一个博客联系我们，再点击一个添加至菜单，这边可以看到它就已经出现了博客关于我们联系我们。那这里呢，鼠标接着往下滑，我们在这里呢也勾选一下。比如说一个顶部模块，还有一个主体，还有一个移动端。勾选之后呢，我们点击一个保存菜单。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效果。我们回到仪表盘的左侧，这里有一个查看站点，我们点一下。我们在新窗口打开啊，点击鼠标中间的这个按钮。那么这里可以看到啊，小鱼儿爱家在后面已经出现了一个博客，关于我们联系我们。那这里呢，我们的一个导航栏呢就已经设置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进一步的优化一下它啊，比如说这个字体太小，我们需要把它加大一点啊。比如说这上面它也出现了，我们需要把它关掉。那这里呢，还是回到我们的首页，我们点击一下左边，回到左上角，这里有一个自定义啊，这有个自定义，我们点一下。鼠标往下滑，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顶部模块，我们点进去。那这里有一个一般，这个里我们点一下，这里呢有一个启用顶部栏，那就是这个最顶上这个东西哈。原本我们这里已经出现了，这里已经有了一个菜单，这个呢我们就不需要，这儿我们就把它勾给它去掉，把它关掉。可以看到现在这个上面已经干净了，没有了。接下来我们点一个发布，那每操作完一样，记得一定要点一个发布。那么细心的朋友呢能看见啊，这个菜单栏的下面啊，这里呢有一条横线。那如果说你不喜欢这条线，你不想要这一条线的话，那我们也可以把这条线给去掉。接下来我们返回，点击左侧的这个三角，点返回，鼠标接着往下滑，这里呢有一个头部，我们点一下。下来了还是选择一般，这里呢可以看到有一个页眉边框，这个页眉边框底部这里我们可以把它取消掉啊，我们把这个勾给它取消。OK， 现在你可以看到这里的这一条线呢就没有了。那我们尽量的话，让我们的一个首页呢看起来简洁一点、干净一点啊。我们可以去掉一些不必要的东西啊。接下来我们还是点一个发布。那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菜单栏呢，我们还可以给它加一些效果啊，比如说像这个博客这些。那这里还是我们回到左侧，点击返回。那鼠标往下滑，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菜单啊，我们点击一下它。那返回之后呢，我们还是点击这个头部，这里呢我们选择一个菜单。那么鼠标往下滑，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链接效果，我们点击这个倒三角。那这个效果呢，它对应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菜单栏的一个效果。这儿我们可以看，我们现在呢是无效果。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点一个左下划线，那么你可以看到现在它在下面加了一条横线。那你还可以选择其他的上划线，这个是下面加了一条没有颜色的线，还有一个下划线啊，这个下划线可以看到它是带一个颜色的。那这个是一个括号，可以看到两边出现了一个括号，这个是划线或下划线。这还有一个下3点，下面出现3个点，可以看到后面有一个背光，可以看到
那么你喜欢哪一个效果呢？你可以添加哪一个效果。我觉得这个下3点就不错，或者这一个左下划线也可以，我就选这个线。鼠标往下滑，你可以看到啊，这里面还有很多可以添加，比如说一个链接的颜色，还有一个背景的颜色，这些呢都是可以设置的。那这个菜单栏它的一个字体大小呢也是可以更改的。那么我们再回到左侧栏这里啊，点击返回一下，还要再点一次。接下来呢，我们就鼠标往下滑，这里有个排版，我们点一下。那鼠标往下滑可以看到这里有个主菜单，我们点一下。鼠标往下滑可以看到这里来一个字体的一个大小，现在是13啊，看起来有点小，那么我们可以跟它改成20啊，现在就变大了许多。20，如果说你觉得有点大的话，你也可以改成一个19或者17啊，这个大小就差不多。那包括这个字符的间距啊，你可以看到也是可以调整的，你可以让它们离得开一点啊，或者说让它们靠近一点啊，这个都是可以的。那这个0.6就差不多。这儿一个文字的一个风格啊，这个字体的风格也是可以改的。那么这里粗细这些啊都是可以改的。如果说你想让它变得显眼一点，那你这里可以进行调整。那这里字体类型也是可以选的，那我们这边就选择默认的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先点一个发布。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logo 旁边呢，那么这里可以看到我们这儿还缺少一个 logo， 我们只是有了一个字体，但是呢还差了一个自己品牌的一个 logo。 那如果说你还没有一个 logo 的话，我们可以来设计一个。这里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个 Canva， 打开一个 Canva。 那么进来之后呢，我们点击右侧，这里有一个创建设计，我们点一下，我们选择一个自定义创建这里一个宽度的话选择1200，高度的选择200，然后点击开始创建。那这里我们先拖入一个字体这儿我们先喜欢哪一个字体，你可以直接把它拖过来。这里呢我们给它添加一个标题打上你的一个品牌名字比如说我这是叫小鱼儿爱家。那这里呢我们可以把它拖大一点这里有一个圆点，我们这个圆点给它拖大一点。那你还可以更改这个字体，选中之后呢，这上面有一个字体更改，你可以选一个你喜欢的字体。那这里呢你还可以更改它的一个颜色，你觉得这个不好看，那也可以给它删除，我们可以重新添加一个字体。那这儿我们还可以更改字体的一个颜色，那上面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颜色的图标比如说你可以给它改成一个白色，那么白色就看不见了可以选成其他的颜色。这前面呢有点空，那我们可以在这前面再添加一些东西我们这边点击一个元素比如说我们要跟家有关的，我们就可以输入一个家我们在上面输入一个家。那这里你可以选第2个，这里面有很多图片，它里面还有动图。那比如说这个我们点一下把它放到这边来，可以给它拉大一点，可以给它移过来一点。那么它的颜色也是可以更改。那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配色网站为了让颜色能够一致，这样我们就选择这个红色。那这颜色这里我们回到上面这个最顶上这里有个黑色就是对应的这个黑色，我们点一下。那这里呢我们把这个配色的给它粘贴进来OK， 可以看到变成了一个红色。那么这里呢我们还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白色我们把这个字体变成一个白色的字体。白色的话它可能会看不见，那这里我们可以再复制一个，这儿我们点击上面这个复制，那上面可以看到又出现了一个。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把这个给它变成一个白色，我们准备两个字体颜色。那么可以看到这个白色就看不见了，但是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个底。那这里呢点击一个空白我们一定要点这个边上这里的一个边框的一个空白页面，我们才能把这个颜色加进去再回到上面这里有个颜色我们给它加个黑色的底。那可以看到这个黑色的底加上来了。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准备的2个 logo接下来我们回到右侧，这里有一个下载按钮，我们点一下这里呢我们选一个 download。 那如果说我们想去除一个背景的话，这里需要一个会员，那不过没关系我们现在先不用管它，等会儿我们专门去找一个去背景的一个工具把它去除。这里呢我们点一下，我们要把2个都给它保存起来，选一个 GPG， 点这个下载，已经下载下来了，看一下
那这里由于我们下载的是2个啊，可以看到它直接压缩在这个里面。我们先把它保存了一个文档。这样我们点一个鼠标左键，我们点击一个全部解压，点击一个提取。那可以看到这2个已经提取出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打开一个去除背景的工具。那么这个链接呢，我也会放在描述栏。那这里我们直接上传图片 ，OK， 背景已经移除，我们点下载。那这儿我们再回到左侧栏，这里有个加号，再点一下，把另外一张也去除一下背景 ，OK， 然后点击一个下载。那我们再把它保存到同一个文档去。好，接下来回到我们刚才的菜单页面，回到刚才的操作页面，这里呢，我们点击一个返回键，再点一下返回。我们还是点击这个头部，点一下，这里就有一个 logo， 我们点进来。这里呢，我们就选择 logo， 点一下。我们需要上传文件，点左上角选择文件。那这里我们可以把这2张图片都给它上传上来。那这里呢，我们可以先选择一个黑色的，点击右下角选择，可以看到它需要裁剪一下，我们把它全部框起来，选择一个裁剪图片。那么可以看到它已经选进来了。加进来之后呢，我们要更改一下它的大小啊，现在它非常的大。那我们回到这边啊，更改，这里我们可以，那这样我们鼠标往下滑啊，可以看到这里最大宽度啊，我们就在这里进行更改。那比如说我们要让它小一点啊，你看一下，非常的小了，大一点，那都可以啊，这个大小都可以调整。那么这个高度也是可以调整的，这儿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它一个大小，那差不多就可以啊，这个大小。那调到个这个大小就差不多。那调整好之后呢，我们还是点击上面这个发布。那么接下来可以看到我们的菜单呢，这里设置的差不多了，但是我们还可以在这中间呢添加一些东西进来啊，比如说我们一些分类啊，我们还可以把它添加进来。接下来还是回到我们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我们点击这个外观，还是选择这个菜单，往下拉，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呢有一个分类目录。我们把它点击打开，那么往下拉呢，可以看到这里呢有一个文章，我们把它打开啊。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把它添加至一个菜单。这里呢，你比如说你可以把你想要的东西呢都加到这个菜单栏里面。那这里呢，你可以点击添加至菜单。那接下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菜单栏呢又多了许多选择。顺序的话，那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效果。我们点这个左上角这里一个查看站点，我们还是从新窗口打开，点击中间这个按钮。这儿我们需要先保存一下这个菜单。好，接下来再来点击一个查看站点。那可以看到刚才我们的东西啊，刚才我们添加的文章都已经添加进来了。那这儿的顺序啊，我们也是可以调整的，还是返回到后台。这里呢，这些我们都可以进行调整啊，比如说鼠标左键按住不放，我们把它往上拖，你可以调整它的位置。调整好之后呢，要点击一个保存菜单。那我们再看一下，这儿刷新一下，可以看到我把这个灵活布局呢就给它拖到这个前面来了，它排在前面来了。可以看到上面我们的 logo 呢现在也有了。那这里呢，我们的导航栏已经制作好了， logo 也已经有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设置我们的一个底部啊，我们的底部还非常的简单，我们还是点击这个左上角这个自定义，我们点一下，鼠标往下滑，这里出现了一个页脚底部，我们就点这个按钮。那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更改它，我们可以滑到最底部，这里可以看到。那这下面呢，那么就是显示的这个字体，这里我们可以给它删除，可以看到删除这下面就没有了啊。我们可以版权，我们可以自己更改一下，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版权相关的一些声明，比如说2001至2004。到现在吧，2001至现在啊，小鱼儿爱家版权所有。那可以看到这下面我们已经修改成功了。那么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这个页脚的话，它还是太过于单调了。我们需要添加一些其他的内容进来。那这里呢，我们先返回一下，鼠标往下滑，这里有个页脚小部件，我们点击一下它。那这里列数呢，你可以看到，这里它是4啊，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一个2页。这里当然现在你看不见啊，这里。我们先发布一下，好了之后我们再返回。返回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小工具，我们点一下啊，这里有个页脚1、页脚2，我们先点这个页脚1，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加号，我们在这里增加一点内容，比如说我们可以把我们的 logo 加进来，我们点这个图片，这里来点击上传，这里呢我们就选择一个白色的这个，
点击打开。OK， 可以看到下面就已经出现了。我们这次就选择一个白色的 logo 啊，因为它是黑色的底，那在这里呢就非常的明显了。logo 呢已经添加进来了，在这里呢我们还可以调整一下啊，这上面有一个对齐啊，比如说你向左对齐居中，或者向右对齐，我们这里可以直接点一个向左对齐。那这上面这一排呢都是可以调整的，可以看到你可以放链接，可以裁剪。那么调整好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在这下面再添加一点简单的文本啊，这里可以点击这个添加啊，这里直接点击一个段落，这里呢我们就可以输入一个文本啊，这儿我们可以简单的输入一段，把它粘贴到这里。那这里还可以调整一下。那么好了之后呢，这个文本的颜色也是可以换的哈。如果说这里你看不太见的话，那你可以返回这里页脚一，再返回一下，找到这个页脚小部件，我们点一下。往下拉，这里有一个文本的颜色，这里呢你可以给它进行一个替换。那么可以在这里，它是一个黑底，我们选择一个显眼的颜色。那接下来呢，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点击一个发布。好，我们接下来接着返回。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选择一个页脚2了。那可以看到我们的这边呢还很空，我们要在这边呢添加一些东西。比如说在这里我们添加一个邮件列表。在这里面输入一个 A1， 那就是这个啊，一个邮箱。可以看到这里呢已经添加进来了。有的东西像这些呢，它在这里呢有点乱，我们可以把它直接删除，不要。这样我们直接删除。这个呢也不要，我们也把它删除。那这个标题这里呢就写一个你常用的邮箱。标题这里就写一个加入我们。这下面这里的话就写一个你常用的邮箱，那这里呢就改成一个提交。 OK， 这里就已经完成了。那下面的话我们还可以加一个社交媒体，这里再点击一个添加啊，在这里输入一个 C， 是一个社交媒体的链接。那标题呢就取一个关注我们，往下拉，在这里呢你就加入你的一些社交媒体的链接进来就可以了。比如说你的一个 Facebook、IG， 那可以看到在我们加入链接之后呢，这下面呢它就会跳出来一个图标啊，当然这里呢是填你的媒体的链接啊，我这里只是举个例子，随便填了一个。那这里呢你就把你有的一些社交媒体的链接呢全部都给它加到这个下面。那么当访客进来他想关注我们的时候呢，他就可以点击这个图标进行一个关注。那这里呢可以看到我们的底部栏呢就已经设置完成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这里点击左上角一个发布。好，接下来我们可以预览一下效果。我们可以回到左侧点击一个返回，再点一个返回，这上面有个叉，我们把它关掉。 OK，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网站。我们可以看一下效果。那可以看到上面我们的 logo 有了，我们的一个菜单栏也有了，一直往下拉，那下面我们的一个底部栏也有了。那么可以看到社交媒体的链接以及一个邮箱。最下面呢还有一个版权。我们整个网站的话涉及到的我们的网站的话基本上已经成型了不过还有一些细节呢需要完善。那我们现在呢浏览的是一个电脑端的页面，基本上已经设计的差不多了。但是呢现在有很多流量它是通过我们的移动端，那也就是我们的手机，所以呢我们手机端的一个效果呢也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也需要稍微优化一下。那下期视频呢就告诉大家如何优化我们的一个手机端。